房间放张床就满，要兼顾卧室的舒适度与机能性，并在有限空间中收纳最多样的物品。除了要善用橱柜家具以外，结合了床架及储物功能的收纳掀床也是相当便利的好选择。马上跟着蛙边来看看怎么使用掀床的收纳功能，把空间挤出来。本节目感谢小木木业赞助播出。本节目感谢瘦满趣收妈记赞助播出。看下去之前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收纳掀床这么多种，要怎么挑选呢？建议先丈量一下房间的大小以及床的摆放位置。我们这次要示范收纳的是最适合小房间使用，可将床板整个打开，小木木业的贝拉掀床。它采用 F1 低甲醛6分木芯板环保绿建材，不但对人体友善，更兼具了环保，女生也能轻松抬起，超级省力。选用台湾 MIT 5金，2段式开关更安心。最赞的是，床板还使用天鹅绒包覆，能有效防止床垫滑动，并能降低烦人的掀床噪音。由于不必另外考量抽屉开启所需的空间范围，即便是租屋处、宿舍等空间狭小的房型，也非常适合使用。我们马上来看看这样的标准双人尺寸床架，实际可以收纳多少物品吧。哇哦！如果物品都没分类，直接塞进去床架，视觉看起来杂乱以外，没有系统性的收纳，东西一拿取出来，里面也是东倒西歪。让我们好好来规划整理一下吧。掀床床箱可以视为是一个超大型抽屉，这款贝拉掀床已经区隔好4等分空间。床箱空间大，我们若能利用收纳盒、收纳袋做分区收纳，便能整齐利用空间。我们等会除了会教棉被及床包的快速折法及床下收纳方式外，其余物品会使用无印良品聚丙烯档案盒当成隔间，有效利用各种零碎的角落，提升收纳的效益，小物件不怕凌乱。先来整理这一区的2用被床包，通常买回来的床包组都会有收纳袋，会建议留下来重复利用。要特别提醒大家，棉被类，尤其是羽绒或蚕丝被，非常不建议用真空收纳，因为反复挤压后，棉被纤维会容易受损，往后再拿出来使用时，棉被触感早已回不去原有的蓬松及保暖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购买棉被时，店家不会用真空袋作为商品包装的原因之一。这边建议使用像这种棉麻材质的棉被收纳袋就可以了。将棉被清洗干净并除湿完成，就可以折好收进收纳袋啦。接着马上来示范棉被及床包的快速折法。先把棉被摊开摊平，靠身体这侧大概1个手臂宽，往内折一小部分。接着左右两边往中间内折后再对折一次，之后分3等份并卷起棉被，最后将内折的部分翻过来包覆棉被即可完成。这样子的棉被滚来滚去也不会散掉哦。接着准备要来折床包，这时你会发现不管怎么折就是会皱皱的呈现一个包状，这是因为床包内侧车有一整圈的松紧带，整个摊开来会发现4边带有弧度，没有明显的直角可以去对折对称。只要掌握角对角的原则收拾，熟练之后3分钟内即可折好，且1个人就能轻松完成。首先将床包松紧带朝上平放，接下来请将 A 和 B 这2个角翻面，塞进上面的 C 和 D 这2个角里面，梳整一下，将它分成3等份，然后把左侧和右侧向内折并重叠在一起，床包就会变成长条状。最后只要把长条状的床包分成3等份折起来，就可以收纳起来了。把棉被和床包都折好后，我们把它们放进日本双山棉被收纳袋。棉麻的日系外形很简约耐看，袋体用久了不会脆化，有透明视窗可以看到内容物，也有双提把，横放直放都可以。为了让衣柜里可以有空间摆放当季的衣服，在换季时的冬季或夏季衣物，蛙边都会集中用衣物真空收缩袋收纳，放进掀床内。今天示范的是蛙边家里的爱用品瘦满趣收妈记手卷式真空压缩袋，袋子材质蛮厚实的，也有双排气孔。我们可以先依照衣物大小分尺寸收纳，像厚棉外套、
厚大衣、毛衣就用 L 尺寸的，其他像夏季或小孩衣服就用 M 或 S 尺寸的。像这样折好平整的放进去，用滑片封口，接着用双吸向下压挤一挤，再用手卷一卷就能轻松排气，完全不用吸尘器或真空机，就能把衣物极小极扁化，争取更多空间。出国旅行出差时一定要带个几片，帮行李箱增加空间，真的很方便。为了让掀床收纳整体视觉统一，不想要有花俏的盒子，像这些收藏品或纪念品，如 CD、相片、信纸等物品，可以用无印良品聚丙烯档案盒来做分类收纳。聚丙烯档案盒之所以深受整理师、收纳达人喜爱，因为它能利用的空间十分多元，放在厨房、预测和储物间都 OK， 让视觉看来整齐划一。下方的圆形孔洞也有助于将盒子拉出。现在每一个档案盒里都分类收纳，不仅方便省时，就算盒子里东西有点杂乱，但整体看起来还是很整齐。接下来我们就依序把物品们都摆放进来，先放行李箱、床包、棉被、抱枕娃娃，最后是其他物品。收纳完成，看起来是不是清爽又舒服？如果我们不放入抱枕娃娃，其实里面还有很多闲置空间可以利用哦。最后为大家整理收纳掀床的选购重点以及日常维护保养撇步。收纳掀床组成结构分别是床板、置物箱、掀床气压棒。因为需将床组抬高，并且是靠气压棒的构造辅助，让力气较小的人也能够轻松开启。因此，这边有几点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。第一点，床板可分为有框及无框两种款式。有框款可避免床垫滑动，无框款则可以增加平时更换床单的便利性。第二点，床箱结构要能承受床垫、床架及收纳物品的重量，因此床箱底部的木板厚度建议选择6分木芯板较为稳固。第三点，掀床尺寸与气压棒应配合床垫重量，购买后请告知厂商床垫总重量与尺寸，并且一定要使用安全装置，如有安全杆、安全扣的5金掀床。最后，大家最容易忽略的掀床板材，建议要挑选低甲醛木材以及水性胶的材料，确保对人体无害，而且也较环保。日常保养的部分，则建议每月至少打开掀床1到2次，使用除湿机做通风除湿，维持合适的湿度是对木材最好的保养。此外，在掀床开启的同时，气压棒内的油会有润滑作用。定期开启掀床，不仅可以保养气压棒，还能延长其使用年限哦。看完结合床架及储物功能的收纳掀床的总整理，你是不是也对收纳掀床有进一步的了解呢？掌握掀床选购的要点，轻松买对掀床，让你睡得安心又舒适。收纳掀床还能轻松帮房间增加收纳量。关于房间收纳整理，你还有更多好想法吗？欢迎留言给我们，一起造福大家哦！亲爱的蛙粉们，下次见喽！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，欢迎点击下方超级感谢，用行动支持我们做更多实用的影片，也能追踪 IG 获得更多灵感哦。最后记得锁定蛙家，每周3更新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